好，大家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深度类神经计算及应用。那今天我们来看第4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第4章。那这一章的话，是 LMS Learning Algorithm，那它叫 Least Mean Square，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利用 Least Mean Square 的方法来学习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学习演算法。那它非常重要，在这个类神经网络，包括深度学习这一块，它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理论。那大家有必要专心来学这一块，所以我就先来讲一个实验的一个 architecture，那也就我们前面大家看过的 ADA，LINE 的这样一个叫 Adeline，就是 adaptive 的一个 linear 的一个architecture。好，那这个就是 adaptive 的 linear 这个 neural network。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再复习一遍，因为这些符号我在前面花很多力量跟各位讲过。那大概在设计类神经网络跟比较复杂的系统里面，它这一些变数、这一些参数的话是相当的复杂，所以在我们给定这些参数之前的话，常常会做一些小小的努力，小小的这个注意它的变化。那这个图形各位也看过了，我们的 input 是k，那我们的这一个 weight matrix 的话是 s 乘上 k，那这个是我们的 bias，这个位移偏移的这样一个 s 乘以1，那整个结构那在这里，那因为它是属于线性的，所以这个的话是 identity mapping 这样。那在这里我就要重新宣告一次，因为在前面我一直希望说不要用太多的那个大写的那个变数，但是发现呢持续下去的那个变数量不够，所以 later on the capital alphabets are used as 什么样呢constant as possible， 就是说当我规划一个系统，那大写就是我这个具有这样一个常数 k 量的一个系统的结构，那这里的话 k 就是我的 input 的一个 size，那大写的 s， 那这个种种包括这里可以看到，所以这个 s 就是我们这一层的什么 neuron 的个数，neuron 的个数，那各位慢慢习惯，慢慢习惯。所以我在前面几章也跟各位讲过，这些变数符号都是蛮重要的，有需要花更多时间来专心的这一个注意它的变化。好，那所以呢，那我刚刚讲过说这一块有没有？这一块就是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就用一个什么？用一个这个我们的 transfer function， 用一个很简单的什么样这样的一个函数。那这个函数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 identity function， 就叫 identity mapping 或 identity function， 非常简单的一个函数结构。好，那非常简单呢，可是我们那一句老话就说我要想办法来设计怎么去修改我的 weight。那这个在前面我们用很多概念是跟各位讲过了。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的矩阵的形式。在很明显的接第一个 neuron 的 weight 就是 W1， 接第二个 neuron 的 weight 是 W2， 那接第 S 个 neuron 是 WS， 所以这个各位都应该熟悉前面的这些符号。那下标的变化我前面已经跟各位讲过，很重要，如果还不熟悉可以再回去把前面的那个几章呢再认真看几遍，因为我们总课程时数顶多也差不多9个小时到10个小时以上，大概也不会太多，不会多过到15个小时，所以各位认真去学习它，那注意它的各种的变化。首先就是它的符号，所以很明显当我们这一个进去以后呢，就要把它怎么样把它转字，就变得横的，把它原来的那个 color vector 把它转字。好，所以这个前面讲过了，我只是复习一遍而已，包括这里也是一样，我们中间这个 n 是我们的什么？我们 internal 的一个 vector，它就是前面的那个每个 neuron 的 summation 出来的一个 output，然后呢把它喂到这个 transfer function 之前，这个我们在这边看到整个数学符号，那各位待会再复习一遍，那整个可以看到 output vector 就是 A1 到 AS，那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过程，我们再复习一遍而已。那中间就是说整个反复的把这些数学符号写给各位看，那希望说各位更熟悉这个符号的一个变化。那因为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学问，就是多看它2眼，那多写几遍，那多注意几次，那你就会慢慢会熟悉它这样。那我们呢来看一个2-1，因为一开始我就给各位一个整理，那希望说各位慢慢针对这个符号的熟悉性增加。那可是后面我还是希望说来教各位怎么样演算法 learning 演算法，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先看一个2-1，2-1就是 input 是2，那第一层的 neuron 的话是1个而已，那这个很简单，再复习一遍。
那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个直线，有没有这个直线？所以可以看到 a 大于0，就是我们所谓的等温线之上。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条直线，有没有？注意这条直线，我们前面讲过这条直线。那这个上面 a 大于0就是在直线之上之上这样嘿。那我就故意画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图告诉我们说这是等温线之上。那这个怎么样呢？这个就变成是我们再来看我们下面这一个等温线之下。所以这个等温线之下 ，totally 这条线可以帮怎么样？帮我们分出2个 region， 2个区域出来，没有可以看到分出两个区域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个 neural 的一个结构那它背面的几何特性是这样的一个几何特性，就非常简单，各位注意一下就好了好，那如果说22的 neuron，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变成是有2颗 neuron，2颗 neuron 在这里，我们看到那 input 还是2，input 还是2这样的一个写法这样那像我在这里的话，我这个排版就没有特别注意到理论上这个应该把它排成小写，大写后面我会怎么样？我会给它变成是一个向量，所以单独是一个的一个我会写成小写那慢慢的也许我就后续我看看是不是整个变成完整的一套讲义的时候呢，我再把它从头到尾符号把它重新认真的那个再校稿一次所以就告诉各位这种中间符号的选取。那选取的话没有绝对唯一，也就是说当你从头到尾你把它定义清楚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就是尽量把大写留给当向量好，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出来没有问题就是说这一个第一个就是这一条线，有没有这条线那第二个 neuron 是代表这条线那这个整个写法没问题所以我就把它画出整个符号给各位看，有没有？哇，它分成4个区域你看一个区域对不对？2个区域你可以看到中间这些值的变化第一个的 output 跟第二个的 output 的那个大小变化，那这个都很简单的观念那只是说要来强调一个概念，就是说当我增加 neuron 的时候，就会增加整个的什么系统的复杂度。那系统复杂度，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可以看出来有4个 region 或4个 area 被我把它分开来分开来是这4个区域有没有？你可以看到这个4个区域被我们分开出来，所以变成说它的几何观念非常简单那我只是在这里呢特别强调那我们前面有花很多力量，那包括如果说我今天把 bias 起成是0，我就不要再看这一块了，不要看这一块有没有？那不看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它在画图形的时候它就没有截距，也就是说几乎每一个所代表的平面或代表的一个 hyperplane 都会通过原点也就是说呢，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这一排怎样？这一排的这一个 weight 就会形成怎样？形成一个矩阵，一个矩阵出来这样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因为很多比较抽象的那一个类神经网络，到后来它会变成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线性系统，所以那种情况之下，它就可以借助这个线性代数的很多观念来分析它的一个变化所以把符号重新整理一遍，没有 bias。就变得很干净利落变成干净利落这样那干净利落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哇，符号就变那么简单变那么简单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它是分量的时候这个变成小写当它是向量，一个大向量就代表一个的一个什么呢？一个那个 input 那细节后面我会到了出现的时候，会跟各位同学再做一个强调因为这些符号我慢慢的要把它收敛让我们统一起来，所以这个很明显看出来。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矩阵的计算，代表这个线性映射。那在这就先帮各位埋一个伏笔，未来你们有机会再花更大力量去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原来我们的这个类神经网络跟这个线性代数有那么样的一个紧密结合所以它后面就是从这个 RK 空间映射到什么 RS 空间，从 K 维的空间映射到 S 维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结构这样所以就故意把这个bias 把它变成是0。让它怎么样跟这一个跟线性代数结合所以在我们用的几本课本里面，很多作者就会在中间停下脚步来，那帮学生复习这个线性代数的一些 background，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领域需要用到的那些知识加以复习。那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说在刚开始只是先布个局所以我在这里就重申一遍，我们这边的研究动机是什么？就说After we determine 就是说我们已经过去把它界定这个实验的什么 architecture， 我们就必须要来试着找try to find 什么呢？一个 performance function。所以我前面就说，我前面讲就是说在前面第3章讲过这个 performance function 有没有？
那相关的这些 performance function 有没有？那我们知道说它的那个种种变化都有它的一个怎么样？一个 criterion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一个 criterion 就是它的一个准则，一个判断的方法。所以这里就是说呢 ，we try to find a performance function to measure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好，就准备要找到一个函数来评估我们的学习成效，这样。好，那所以呢 ，based on the performance functions， 为什么 we try to construct？ 好，就是说从前面就是慢慢感觉有这样的 performance function 之后，我就必须想办法要基于它来找一个什么 learning algorithm。啊，比如说老师要求非常严格，那希望你考几分，那就是一个 performance 要求，所以你就必须找到一个读书方法，让你的读书效果达到非常的好，能够达到老师要求的标准所以 to reach 怎么样 an optimal neural learning， 达到一个最佳化，常常我们不敢讲最佳化，就说一个近似最佳的一个什么一个表现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所以原则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怎样，我们要找到一个 neural model， 因为 model 知道以后，我就可以看出那个 model 里面的好坏的那个要求然后呢，在这个 model 之下的话，我就必须找到一个演算法来调整我的 weight。所以整个原则上来看，我们就说先从在4之1先布一个局，把一个结构准备要做实验的结构跟各位做个整理。那4之2开始，我们就来看 LMS 相关这个重要的演算法怎么样来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是这边要跟各位做一个探讨的地方那大家就一起加油，比较复杂的符号能够详细的把它弄熟那比较的复杂的符号，那呈现更完整的一个类神经网络的这个理论跟技术的一个摄受这个我想各位都应该可以学得很好好，那我们4之1就先到这边结束。